俄罗斯开始改变战术，美国要让乌克兰战到最后一人，普京体面收场，面临着考验。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乌克兰表示已经准备好在乌东地区与俄军大战。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称，乌东战役将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俄军正在把从北线撤出的部队投入乌东战场。而乌克兰军队呢，则向北约要求更多的重型装备，也就是说，俄乌双方都有可能投入数千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火炮进行交战。美国将与俄罗斯战斗到底，直至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美军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乌克兰东南方的战事地形与北方不同，它的地势呢更为开阔，适合双方进行装甲机械化进攻。俄军前期呢在北线打得很艰难，但是随着天气转暖，俄军的车队将能更加行动自如。在指挥层面，俄军正在修正前期战役所遭遇到的困难，任命俄军南部军区指挥官德沃尔尼科夫将军负责整个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是俄军首度由单一指挥官统筹乌克兰战事，这将极大地避免俄军各自为战的情况。乌军在乌东地区的决战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被动防御，也就是龟缩在几个堡垒城市内，与俄军打城市巷战。这种战略呢，可以极大地消耗俄军，但是乌军由于放弃机动作战的能力，并且处于被包围的状态，注定将以败局收场。除非俄罗斯因为损失过大而放弃进攻。过去几周，俄军已经动员约6万预备役人员而替换伤亡士兵。不过，俄军仍然需要时间来补充装备和训练人员，这就要看俄罗斯方面有多大的决心来完成这项战略任务了。第二种选择就是乌军主动与俄军在空旷的地区进行大决战。现在来看，乌军也有可能会选择这一策略。那么这么玩的话呢，乌军必须在比较容易被发现的空旷地区展开行动，俄军就能够利用包括坦克、装甲车在内的数量上明显优于乌军的装甲机械化部队。俄军呢也可以利用射程更远的火炮系统。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呢，如果双方在平原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攻防战，那么俄罗斯的空天军就会出动数量更多的战术和战略性飞机，对乌军的地面部队展开大规模的轰炸。此外呢，俄军在顿巴斯地区作战所面临的后勤保障的压力呢，也相对要小一些，而且他们还能得到乌东地区亲俄武装的支持。乌军可能会在人数上占优势，而且呢，他们还有本土作战等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乌军能够得到西方国家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因此乌军在平原地区和俄军展开大规模的攻防作战，他们也有一定的优势。可以这么说，战场现在转移到了乌东地区，就基本上改变了俄乌战局。但是具体效果仍然要看俄军是否在战术上做好了准备。有一点需要注意，现在乌军并没有失去大兵团的机动作战能力，因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空天军还没有完全获得制空权。尽管天上能够升空的乌军战机数量是越来越少，而且呢，起来以后也很难发挥什么作用。但是乌军在无人机的装备数量上和使用上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这一点俄军反倒是有短板的。因此，双方如果在乌东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对决，那么是否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乌军成片的被炸死在公路上，是吧？这倒不一定，就看双方所采取的战术行动到底谁更正确。我们呢还可以看看另外几条战线的情况。哈尔科夫东南地区是第二阶段争夺的关键，俄军攻占了交通枢纽伊久姆后呢，准备跨过顿涅茨克河实施分路突击。从基辅西部赶来的乌军部队已经与俄军开始接触，双方可能在这个地方展开一场大对决。而在赫尔松方向，5万名乌克兰军队
正在反攻郊区，2万俄军目前是处于守势。当然，5万乌军能否突破2万俄军的防守，目前呢还不得而知。但是如果俄军的战线崩溃，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话呢，乌军将有能力威胁到克里米亚到乌东的交通线。这里要提一点，俄罗斯原来以为呢乌克兰只有10万能打的军队，实际上目前的统计数字大概在40万左右，而俄军在乌克兰能够动用的军队只有20万，这也就是乌军能够在多个战线上拥有兵力优势的根本原因。马里乌波尔的作战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乌军出现上千人规模的投降的情况，但亚速营还在抵抗。乌军距离马里乌波尔有100公里左右的距离，泽连斯基显然还不想放弃内外夹攻的机会。攻打马里乌波尔的俄军大约有15000人左右，乌军呢最高的时候在该城驻守的兵力大约1万多人，那目前还剩下2000人左右。由于该地区拥有苏联时期建设的防止核战争的地下设施，俄军要想整个把马里乌波尔拿下，还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另外，俄军最大压力还是外线乌军的进攻，毕竟俄军要防御一条几百公里长的战线，15000人的兵力显然是不够的。乌东的武装顿涅茨克第1合成军近日公布了伤亡数字，今年以来该武装组织共阵亡官兵992人，负伤4315人，失踪321人，被俘94人，合计损失5722人。该部总共有兵力2万人，实际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5%。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俄军现在面临的伤亡压力还是相当大的。总结各条战线的战况来看呢，俄军现在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但目前似乎仍然牢牢掌握着战场主动权。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几个城市的作战情况。乌军反攻赫尔松的进展，马里乌波尔什么时候能被俄军彻底拿下？俄军是否能够牢固地控制突出部乌久姆？然后呢，我们才能看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是否能够持续。俄军想在5月9日之前结束战斗，目前来看似乎不太可能了。那么双方对决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呢，依然需要密切观察。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维护国家主权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克里莫夫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将很快结束，俄罗斯不打算延长时间。或许俄罗斯在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后呢，就会撤军。美国人想要乌克兰战死到最后一个人的想法恐怕是不现实的，何况这样的一个提法相当的恶毒。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